你为了满足自己，夺走了姚丽一家人团聚的机会，你的良心过得去吗？其实我应该要谢谢你，这些年来把她照顾得这么好。不能离开我，阿姨，你不要走。老柯手上有我以前犯罪的证据，他要挟我给他50万，结果一时错手杀了他。爸跟老柯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？整件事，我想最清楚的就只有陈叔。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今朝花。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心路一步一步在回转，心事一串一串看不穿，好想靠近了，却又遥远的渴望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。你果然是绑架姚丽的合谋。行动！警察！警察！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和姚丽的绑架有关，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走。谢谢你，辛苦了。王先生，你再继续保持沉默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们现在证据确凿，所以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把你所知道的供出来。绑架是会被判死刑的，但是如果你跟我们合作，或许可以得到法官的轻判。没错，整件绑架案是我一手策划的。那现在，请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和我大哥一起创业，我帮过他多少，你们知道。我敢大声地说，要不是我，他根本不会有今天。那家公司我也有份，可是我没想到，他竟然不念手足之情，就算生病，患了癌症，也不愿意把公司交给我打理。他还立遗嘱，打算把他名下的产业全都留给他的女儿。你和赵天成合谋绑架姚丽，目的根本就不是赎金，是要她死，对吗？如果姚丽死了，我大概就没有了继承者。等他死了以后，公司的大权就会落在我的手里。那之前开车想要撞死姚丽还有张女士的也是你吧？没错。我原本以为姚丽已经死了，可是没想到，过了几年，她又突然出现。姚丽回来，就等于我会失去一切。所以，她必须要死。
开门。阿少，对不起。走。我最近精神都很好，吃得好也睡得好，吃了你的药过后也睡得很熟，而且晚上还做了很多梦。做梦和心理压力是有关系的，一个人的心理健不健康，或许可以从梦境中解读出来。你想不想知道我梦见什么？我梦见你，我梦见我和你。够了，不用说了，你心理很健康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是说，我梦见和你玩线上游戏，结果你不是我对手，被我 PK 掉了。看来你的心理问题控制得很好啊。当然，而且我还打算报读夜校，好好充实自己。那很好啊，生活过得充实，这样就不会胡思乱想了。华玲，配回跟上次一样的药。好的，Dr. 对了，下个星期开始，你的 case 交一交给 Dr. Chang。等一下，什么Dr. Chang？Dr. Chang 是一位很好的心理医生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是不是因为我对你表示好感，所以你要把我交给其他医生？我不要！不是的，我把你转给 Dr. Chang， 相信我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就不要把我交给其他医生。如果你坚持这么做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以后再也不要去看心理医生了。你也知道我性格，我说得到做得到，反正都没有人关心我了，就让我自生自灭好了。好了，你继续留下来吧。不过下个星期的复诊可能需要延迟，因为明天我要出国，2个星期后才会回来。你要出国？你要去哪里啊？澳门。你要去澳门？我听说那里有世界最高的 bungee jump， 我一直都很想去玩。我是去那里工作，不是去玩。我是说我，又不是说你。你该不是想？你说的没错，我想跟你去澳门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总之就是不行。你别想偷偷跟着我，要是让我发现的话，到时候你就真的是自生自灭。好了，我全听你的。那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？就这样说定啊。今晚见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等很久了吧？没事，专属很忙啊。刚才被人缠住了。点东西吧。给我一杯冰水。这个人不会是我认识的吧？可爱的人不错嘛，你不妨考虑给他个机会。你别挖苦我了。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啊？对了，我明天会去澳门开一个特别会议，估计会待上一段时间。如果这段时间你遇上什么棘手的问题，需要一个心理医生的咨询，你可以找我这位朋友。他也是一名很有经验的心理医生。好，谢谢你。你找我出来就是跟我说这个。这是我家的钥匙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家里的鱼没有人照顾，我想拜托你帮我看住它们。我？可以吗？我又不是你的家人，这样进出你的房子好像很奇怪吧？对我来说，你并不是什么外人，我相信你。今天不是愚人节，文杰呢？你是不是串通文杰耍我的？安妮，你是不是打算这样等待文杰一辈子？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突兀，可是我非常了解你的心情。我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，也有过一个毕生难忘的女人，我一直都放不下。
一直都沉浸在这个回忆里，而这个回忆却筑起了一堵墙，没有人可以进来，而我自己也出不去。我觉得你跟我是一样的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的是回忆，我等的是未来。可是你说的未来，或许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安妮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，让我们一起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好吗？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是认真的。永言，你这样太突然了，你不必急着答复我，你先慢慢考虑。等我从澳门回来以后，你再给我答案也不迟了。一直都沉浸在这个回忆里，而这个回忆却筑起了一道墙，不让任何人进来，而我自己也出不去。我觉得你跟我很像，安妮。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，让我们一起放下过去。真的没想到，绑架我女儿的主谋竟然是我的小叔，我还一直傻傻的把他留在身边，把公司的业务都交给他处理。你就不要怪自己了。有时候最难防范的就是身边最亲的人。亏我那么信任他，没想到他为了家产，连自己的亲生侄女也加害。幸亏你们及时发现，要不然我们处境一定很危险。其实文杰的功劳也不小，要不是他的帮忙，我们也不会这么快破案。我也没做什么，要不是他心虚，他也不会露出马脚。总之，现在事情结束了，你们可以回槟城了。关于我上次的建议，你真的不考虑吗？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很满足我的现状。那好吧，再说下去，你一定觉得我太啰嗦。可是如果你有任何困难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谢谢。姚丽，你看你吃的满嘴都是。姚丽，怎么啦？我吃完了。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之间有那么多隔膜，明明我才是他的亲生妈妈。他4岁就离开你，难免会有一点生疏，花多点时间陪陪他吧，他一定会接受你的。希望如此吧。对了，你们几时回去槟城？明天就回来。这么快啊？其实姚丽被关在家里那么久，她还没有机会出去玩。我们这里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，你就带她出去走一走嘛。你说的也对。姚丽，那我们就多留几天再回家吧。你刚才叫张女士留多几天，带姚丽出去玩，你是不是有其他的用意？我觉得黄万人太轻易认罪了。为什么这样觉得？我需要到槟城进行进一步的调查。槟城。姚丽，今天玩的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那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？还没想到。没关系，想到了再跟妈咪说好了。Hello，我手的朋友，小妹妹，你要本问吗？要。OK。哒啦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可以去洗手间吗？好啊，那你自己去吧。张女士和她女儿就在咖啡厅门口。OK， 看到。陈叔，保持警惕，注意四周环境。哎，收到。李律师，这是你要的文件。谢谢。这份是黄先生生前所修改过的遗书。他修改什么？是这样的，黄先生把所有的遗产成立为一个基金，让张女士能够从中领取她的生活费，为期10年。但如果期间能够找到她的女儿姚丽，
并证明她是黄万生先生的亲生女儿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即刻的拿到全部遗产。否则的话，她将无法继承黄先生的遗产。这次姚丽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，你快去找她。姚丽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没事的，谢谢你，不用怕。张女士，我们想请你回警局协助调查，怀疑你跟姚丽的绑架案有关。亲爱的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又没有犯罪，你为什么要抓我？肇祸司机已经认罪了，是你出钱要他撞死姚丽的。你胡说！姚丽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怎么会想要杀死她呢 ？Jason， 你拿黄先生的遗嘱给他看吧。没有想到吧？我们会从黄先生律师的手中拿到这份遗嘱，找到了你的杀人动机。你胡说！我要等我的律师来。黄万生先生在死前曾更改过他的遗嘱，按照他的意思，在他死之后，所有的财产将委托给基金，你每个月只可以领取基本的生活费用，为期10年，10年之后你才可以继承全部的财产。但是如果在这段期间，你找到你们的女儿姚丽，并可以证明她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那你跟你的女儿就可以马上继承所有的财产。你都已经说了，如果我找到我的女儿，我就可以继承财产，那我就更没有理由要杀我女儿啊！你当然有理由啊，因为姚丽根本就不是你和黄万生亲生的。你以为你的女儿已经死了，可是你没有想到她会突然出现，而她这一出现，只要一做了 DNA 鉴定，就可以证明她和黄万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。到时你就会一无所有，这就是你的杀人动机。张女士，你可以继续保持沉默，我们也可以等你的律师来。不过我要让你知道，我们已经安排姚丽去做 DNA 检验，报告很快就会出来了，到时就会真相大白。我们有很多时间，等你想承认的时候，我们再回来吧。走吧。是我做的。是我做的。那黄万仁为什么要替你顶罪呢？你们2个人的关系不简单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10年前，我是黄万仁的私人秘书，他真的对我很好，我也很喜欢他。只可惜当时他已经结婚了，虽然他们2夫妻关系不好，可是万仁还是不忍心跟他离婚，我只好选择做他的情妇，跟他在一起。虽然我们是偷偷摸摸，可是我们真的过得很开心。可惜过了不久，公司就开始出现谣言，万仁担心他的老婆会发现，只好被逼把我调走。也因为这样，我就成了他大哥万生的秘书。可是同时，我还是跟万仁保持着地下情的关系，因为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在跟他大哥万生的朝夕相处之下，他也开始喜欢我，也追求我。面对万生这么有才有势的男人，有哪个女人会拒绝他的追求？我承认我贪慕虚荣，为了钱才跟他在一起。可
可是万生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跟我在一起，也只是玩玩而已。他根本就没有想要跟我结婚的打算。所以黄万仁是姚丽的爸爸。那一阵子，我的心情真的很不好，我真的很不开心。万仁他又不能每天陪着我，我只好每天去酒吧喝酒。就在那个时候，跟人发生了一夜情，而意外的怀孕了。为了可以顺利嫁入豪门，我只好骗万生说我怀了他的孩子。他听了之后很高兴。万生他一直想要一个孩子，他一点也没有怀疑我，还答应跟我结婚。我以为从此我就可以安心当我的富太太，可是没想到，姚丽4岁的时候，喂，明审啊，我刚刚去拿了身体检查报告，医生说我有孩子的机会很低，我怀疑呢，姚丽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帮我调查一下。还有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人知道，你一定要保密。原来万生开始怀疑姚丽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但是他碍于面子，不敢去做 DNA 比对，怕消息走漏，于是他决定找世家侦探。我知道这件事情过后，我真的很害怕。我担心事情揭穿后，万生他会对付我。你为了不让黄万生怀疑你，就联合赵天成绑架姚丽。我们本来是策划绑了姚丽之后，就送她去其他地方抚养的。可是没想到赵天成这个混蛋，他收了赎金之后，因为害怕自己的身份会败露，他居然想杀死姚丽。我真的很后悔找了他。当时我真的以为姚丽死了，我真的很难过。可是另一方面，我又很庆幸我自己的秘密没有被揭穿。好不容易等到万生要死了，我以为我终于都可以顺利的拿到财产，可是居然没想到他临死之前改遗嘱。即使到死的那一刻，他还是不相信我。你为了钱，可以牺牲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你真的很恶毒。也许姚丽根本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我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要我？妈，你不要走，妈！你终于叫我妈了。你没有错，姚丽，错的是我，是我没有资格做你妈妈。好好照顾自己。其实你为什么会怀疑张女士的？照理说，没有人会想到一个母亲会要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。那天在口供室外，我们带着黄万仁离开的时候，看见了张女士。对不起。走。张女士平时是很淡定的，但是那天我就感觉到她有一点难过。照理说，她应该是气黄万仁的，但是她的肢体语言根本就没有怨她，所以我就推测他们两个的关系肯定不简单。就因为这样，你看穿他们？我后来到槟城
才发现黄万人是色盲，他根本就不能开车。然后到律师楼才了解到黄万生生前遗嘱的内容，我才会想到张女士可能就是整个绑架案的主谋。这样的细节你都观察到？其实我很希望我自己猜错，如果不是真的，那该多好啊！被亲生父母遗弃，最疼爱他的友邻又背叛坐牢，姚丽还这么小就要经历那么多残酷的事，真可怜。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反而对他更好。人与人之间到底靠什么连接在一起呢？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姚丽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我已经联络到他槟城的亲戚，看谁愿意负起照顾他的责任。那就好，希望他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吧。今天工作顺利吗？来澳门已经3天了，除了开会之外，大多数的时间都留在酒店里。今天难得有时间，所以出来街上走一趟。渔人码头真的很美，很多情侣都来这里散步。看着那些小两口手牵手，有说有笑的，老实说，真的很羡慕。而当下我忽然想起你。如果你也能在我的身边，就有人可以和我一起分享这一刻的风景了。老板娘，我先去买点东西。不好意思，还要麻烦你。没关系，反正今天休假，当成是运动吧。你那么闲空，可以约你吃饭呢。怎么你也这么说啊？说真的，你真的舍得放下你们之间的感情？有些东西过去之后就很难回头的。这个我明白，可是我看得出来，他心里还有你。我再次声明，是他先要分手的，而且我们都同意我们彼此都不适合对方。如果因为同情他要跟他在一起的话，我觉得反而对他不公平。放心啊，安妮一定会找到一个好男人的。嗯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头有点痛。你最近常头痛，要不要看医生啊？不用了，可能是晚上睡不好，没事的。真的？嗯。好，我还有多一项。雪芝 ，Sandy， 刚才我在外面就看到好像是你，没有想到真的是你耶！啊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是我的花店啊。你的花店，哇，你还有本事哦！还好了，我们好久不见了，我想有10多年了吧？差不多。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女朋友啊？哦，嗨 ，Hello，Sandy，我们去喝茶好吗？好啊。不好意思，帮我看一下店。哦，没问题啊，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怎么样，还好吗？好，当然好。没有想到这么久不见，你竟然一点都没有变。我记得啊，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，你就很喜欢看那些花花草草。没想到你竟然开了一间花店。是啊，我的改变并不大。对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回来参加一个大学同学的婚礼，顺便旅游。那什么时候走？没那么快，我想应该会待多1个星期。雪芝，你知道吗 ？Wilson 神父他前几年已经退休了，他现在住在老家。他怎么样？我去年才见过他，他很 OK 啊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也去看看他吧。知道了。那你还有跟轩里他们联络吗？我真的很怀念那是我们在加州的日子，真的很开心，真的很美好。雪芝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很喜欢你的 Ricky？ 都那么久了，我不记得了啦。不记得？真的不记得吗？我刚才在花店看到那个很帅气的男人是谁？是你男朋友吗？算是吧。真的很好哎，竟然可以遇到一个这么帅的男朋友。
那你什么时候也要介绍一个给我认识？你认识的朋友那么多，还需要我介绍吗？我们难得见面，你竟然这样挖苦我！啊，你手机号码几号？我刚到这里不久，还没申请到电话号码。不然这样吧，你把 email address 给我，我知道了再 send 你。你 OK 啊？这是我 email address， 你记得联络我。好。Hello， 你现在才 call 我？对呀。哎，哥，咖啡。怎么样？头痛还好一点吗？好多了。如果下次再头痛的话，最好到医院去检查一下。我知道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下午还是第一次看到你的朋友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他是我美国的同学，很久没有见面了。哼，老朋友，既然是老朋友，干嘛不请他回来吃饭？他只是过境而已，晚上就要走了。哎，可惜啊，我还想问一问他，我妹妹以前有没有男朋友？你可以问我啊。那你说啊？没有。不可能，我妹妹这么漂亮，怎么可能没人追啊？是我看不上他们。你要求太高了吧？你想干嘛？要帮我做媒啊？不要乱来。好吧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晚安。晚安。进来。还没睡啊？安妮呀，妈有件事要问你。什么事啊？文杰最近很忙吗？不知道。那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来我们家吃饭啊？哎呦，妈，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跟文杰已经分手了，你要接受这个事实。所以呢，请你跟爸不要再耍什么花样要我们复合，因为我们是不可能复合的 ，OK？ 不可能。那你是不是有了新的对象？没有。没有？哈，我发现啊，你最近呢老是喜欢按手机，有时候还对他傻傻的笑。你不要以为妈看不出来哦。有吗？有，说。是有人要追我啦？真的？你干嘛这么稀奇？不是稀奇，妈替你高兴。哎，告诉妈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？他做什么工作？在哪里住？家里有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啊？当然紧张啊！我要替你分析一下，看看这个人呢值不值得交往。说，你们现在到什么阶段？啊？哎呦，救命啊！你是不是已经接受他了？听不到，听不到。哎，听不到。快点告诉妈。还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妈，你把我当什么啊？我才刚刚跟文杰分手，现在又要我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，不可能吧？感情的事情呢，很难说的，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。或者你试着跟他交往，说不定你们合得来呢。看起来啊，我的宝贝女儿对这个男生动心喽？才没有啊！没有？哎，
有空的话带他回来让妈看看。妈先出去，不妨碍你和他手机传情。哎呀！不要看了，下去。你叫我下来干什么？我不想你打扰女儿，破坏她的好事。好事？最近好像有人在追她，而且进展的还不错。真的？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哎呀，你是怎么当人家爸爸的？你没有发现女儿的小动作吗？她吃饭的时候不停地按手机，在传短讯啊。有啊，可是我以为她在跟朋友聊天呢。所以我们的女儿真的在交往了？我也不确定。刚才我问她，她就是不肯回答我。你有空的话呢，你问问看她，顺便叫她把新对象带回来，让我们看看。这样不太好吧？那女儿都这么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，感情的事情由她自己处理好了。你不是不知道你女儿的个性，她一直放不下跟文杰的感情，现在好不容易呢有了新对象，要是我们不帮她一把的话，错过这次机会，我怕以后都没有机会了。你想不想抱孙？想，当然想。那你就要配合我啊。嗯。哎，那件绿色的吧，不错啊。漂亮，绿色都不配我肤色。小姐，你叫我陪你出来逛街，叫我给意见，我每次给意见你都不同意，有话说。我以为你的眼光很好，可以给我一点比较建设性的意见，谁知道呢？完全太不成主张。以后自己来买啊。绝对没有瑕疵。对了，你不是说要报考夜校吗？打算怎么样？我打算报读外语，可能会主修日语，副修韩语吧。你怎么突然间那么勇过啊？当然是为了永言啊！我要证明给他看，我是个懂事的好女生。喂，还不死心啊？只要他一天没有女朋友，我还是有机会的。我真的是服了你了。怎么样？这件衣服好不好看？我去试一试，等我。去吧。你不记得我了？之前我们在雪芝的花店才见过面。你是雪芝的朋友对吧？哎。你跟那女的什么关系？她是我老板的女儿，怎么了？没有想到你这帅哥还真花心，有雪芝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还想要一脚踏两船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？我跟雪芝不是男女关系啊。你还不承认？是雪芝亲口告诉我的。她告诉你？你还真会装蒜。对不起，请问你跟雪芝认识多久了？我跟雪芝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情同姐妹，谁敢欺负她，我肯定不会放过那个人。雪芝知道你跟那个女的关系吗？对不起，你刚才说你跟雪芝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请问这个孤儿院叫什么名字，在什么地方？圣约翰教堂孤儿院，在美国加州，你不知道吗？欢迎光临。进去吧。好，我先出去了。怎么了？那么闲空？今天老板要我陪他女儿，所以放了我半天假。家有事吗？哦，你记得你以前说过你小时候是住孤儿院的吗？那个故事是你编出来的吧？是啊，那时我不敢认你们，就编了这个故事。没有，我在想，虽然爸妈已经离婚了，可是他毕竟是我父亲。坦白说，我有时候蛮想他的。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。你有这个心，那就好了。我相信爸不会怪你的。我想到加州去拜祭爸，你陪我好吗？好啊。不过最近我生意有点忙，以后再说可以吗？好。我去拿东西。
那间圣约翰教堂孤儿院在10年前的确有位冯雪芝和 Sandy 的女孩住在那边。我问了那个负责人，他说当时负责的神父已经退休了，而且他也是这几年才接手孤儿院的，所以对这2位女孩的事一点也不清楚。这么说你也不清楚他们的来历跟背景？我找过那位退休的神父，然后也给他看了你妹妹现在的照片，他一眼就认出她了。他说冯雪芝是被父母遗弃的，1岁的时候就被送了进去，一直待在孤儿院，直到中学毕业才离开。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，大概6、7岁的时候拍的。你肯定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？是那位神父亲自给我的，我也对照过孤儿院所提供的资料，绝对不会错。哥，晚餐准备好了，过来吃吧。妈说她还在忙，叫我们先吃。哥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没事。那干嘛？心情不好啊？明天是爸的生日。你讲话要小心一点，每年的今天妈都会心情不好，你不要提起爸，以免他伤心。这个我当然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我明天会小心的。吃饭吧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明天根本不是爸的生日。如果你真的是灰心，你不可能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，你为什么要冒充灰心？你在说什么？谁在冒充？你是一个孤儿，你根本就没有亲人，这是wilson神父给我的。你跟Sandy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，对不对？请听我说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冒充灰心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说。你放开我！为什么要欺骗我？你为什么要欺骗我？你要相信我，我只是要帮他，我只是想帮你们，你要相信我。要帮什么？你说啊！你相信我，我求求你相信我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只想帮他，我只想帮你们，你要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！你告诉我，雪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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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替病人做了脑部断层扫描，这就是肿瘤的所在位置。肿瘤刚好压到脑神经，加上情绪不稳定，才会导致他晕倒。那需要动手术吗？肿瘤的位置对手术很不利，如果真的要动手术，恐怕只有少过1成的存活几率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？目前只能靠药物控制，我们会再研究其他的治疗方法。梁先生，我必须提醒你，病人可能会出现短暂失忆的情况，那都是正常的反应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再刺激他的情绪，否则压在脑神经的肿瘤可能会恶化或是爆裂，那时候就没救了。慧心啊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好多了。哎呀，你啊，无缘无故昏倒了，把妈给吓坏了，怎么突然间晕倒的呢？有吗？你不记得吗？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家
心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请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